非洲国家纳米比亚近期在其领海发现了一艘用于收集水面信息的美国无人水面航行器。美方称这是用于科考研究的私人帆船，但纳米比亚军方却表示，缴获的这艘无人驾驶帆船是高度精密的。有分析认为，无人艇是美军常用于海上侦察的手段之一，因此不排除出现在纳米比亚临近海域的无人帆船具有军事用途。据纳米比亚当地媒体 Erongo 724网站3号报道，纳米比亚军方在该国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吕德里茨发现了一艘属于美国的无人驾驶帆船。据称，美方雇佣了一名在纳米比亚工作的旅游业经营者，将设备带上岸进行维修。纳米比亚军方指控此人不应被外国利用来谋取利益，举动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已经传唤他接受审讯。纳米比亚军方表示，这架无人水面航行器已经在海上漂流了长达6个月。那方自上月11号以来一直在监视它的航向。据悉，无人驾驶帆船可在海洋最偏远的地区和最恶劣的条件下收集数据，但纳米比亚军方尚不明确美方在纳米比亚海域部署的确切目的。美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10号在官网发表声明回应，美国政府从未参与或干涉这艘无人驾驶帆船的任何操作。虽然这艘帆船是由一家美国私营公司制造和运营的，但由瑞典哥德堡大学以海洋研究为目的承包。由于研究是由第三方民间机构开展，美国大使馆不便透露具体的研究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典哥德堡大学海洋科学系教授塞巴斯蒂安·斯瓦特以邮件的方式向纳米比亚方面证实，该大学确实与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承包无人水面航行器在非洲南部的大洋收集科学数据。但他同时指出，这一科研任务已经在去年11月22号完成。从那之后，哥德堡大学和相关驾驶活动不再有关系，也不再为无人航行器的位置承担任何责任。一名纳米比亚军方消息人士在描述这艘缴获的无人驾驶帆船时形容，它是高度精密的，可以配备任何其他设备，以便在水下收集任何类型的信息或探测所有自然资源，即便是在深海也能将信息实时传输给控制人员。据此，包括 Erongo 724在内的几家纳米比亚媒体在报道中将这艘神秘的无人帆船形容为隐藏在纳米比亚海却受美国控制的间谍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监控侦察国家，长期在世界各地开展情报活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美国频繁派舰机在中国周边抵近侦察，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中方已经多次表示严正关切，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为。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东向深圳卫视表示，作为全球头号监听大国，美国在情报和信息收集方面的工具和手段层出不穷，因此用无人帆船进行侦察并不奇怪。而在技术上以及相关工具的利用和使用方面美方也确实有非常多的类似的记录，所以美国的相关无人艇在别国海岸附近游弋不论美方如何辩解，都逃脱不了它在该区域进行收集涉及相关国家的情报相关信息的这种嫌疑。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的水下无人作战平台则早已发展多年，在全球7个重要的战略海域部署无人潜航器及水下服务站，装备了至少2000套无人潜航器，承担水下情报收集、侦察、监视等重任。近年来，美国海军曾多次使用无人潜航器对中国南海海域实施不间断的海洋环境收集和水下信息侦察监视。2016年底，中国海军在南海捕获一具无人潜航器，后被证实为美国泰里达因公司研制的 LBSG 波浪滑翔者。LBSG 波浪滑翔者虽然航行速度仅0.4海里每小时，但航程可达5000公里，续航时间达6个月，既可由航空器投放，也可人工水面投放，还装备了声学传感器、一星通信系统，有实时通信能力，是美海军实施大范围海洋环境调查的水下间谍。2015年，美军开始使用这型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地区执行水文调查任务。
观察指出，美海军把这种长航时长航程无人潜航器投放到南海，主要任务是在南海海区搜集未来水下作战海域的海洋环境信息及中国海军情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也引发地区国家对区域和平稳定的高度担忧。尤其是斯诺登曝光临近门的事件后，人们越来越对美国政府利用它拥有的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别国的经济社会安全信息的搜集，以及本国民众隐私的这种侵犯的活动更为担忧，是当前国际社会中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而实际上，美国的种种行为对地区与国际安全局势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资深记者西摩·赫什近日在个人主页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如何摧毁北溪管道》的文章，再次撕开了美国的假面，证实了它确实是全球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去年9月，瑞典和丹麦海域内先后发生4次爆炸，造成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多处受损泄漏。瑞典方面认为，天然气泄漏显然是人为破坏的结果，并找到了炸药残留物。不过，由于西方与俄罗斯的严重对立，到底谁破坏了北溪管道，成为罗生门。赫什在这篇5000多字的报道中引述多名直接知情人士的爆料称，炸毁北溪管道正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拜登与其外交政策团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和副国务卿纽兰讨论了长达9个月后做出的。美国中情局随后制定了具体计划。报道披露，去年3月，中情局人员与挪威情报部门和海军商量好实施破坏行动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向丹麦、瑞典通报行动计划，以免两国海军一线人员干扰行动。去年6月，在挪威政府的帮助和军事演习的掩护下，美国海军潜水员在波罗的海海底北溪管道上设置了遥控爆炸装置，为避免外界因爆炸与演习时间接近而产生怀疑，直到3个月后，美国才要求挪威实施爆炸行动。谈及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时，报道分析称，这源于美国的政治担忧。通过北溪管道，俄罗斯可以依靠天然气贸易持续获得能源收入，而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直沉迷于俄罗斯的低成本天然气，却减少对美国的能源依赖。同时，该管道还削弱了美国对乌克兰承诺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白宫、中情局以及美国务院均发声否认相关报道，但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目前都没敢直接咬定赫什的文章是虚假的。路透社带着怀疑的语气报道称，去年9月北溪管道被炸后，丹麦、瑞典两国虽然调查认定爆炸是人为的，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说到底谁才是幕后黑手。德国北部信使报指出，在北溪管道被炸毁后，包括拜登、布林肯、纽兰等人在内的美国高官都公开对此事表达了兴奋之情。而且呢，北溪2号管道被炸本身受益方最大的是哪一个国家？我相信没有人怀疑，那一定是美国。北溪2号这个管道实际上呢，在美国看来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资产。美国通过可能的规划或者是破坏这样的一种北溪管道，它就能够达成一种切断俄罗斯跟欧洲国家经济联系的战略纽带的这样的一种效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表示，中方已注意到相关报道，北溪天然气管线是重大跨国基础设施，有关爆炸事件对全球能源市场和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如果赫什的调查报告属实，这是不可接受并且必须受到追责的行为，美方应当向世界做出负责任的交代。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9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日方不仅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经济援助，双方还在防务领域达成关键协议，使日本自卫队更容易部署到菲律宾。分析认为，日本是替美国补位，希望通过与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关系，扮演发挥输出美日同盟影响力的关键角色。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8号开始为期5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自去年6月就任后首度访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与马克思举行会谈后表示，将在2022至2023两个年度向菲律宾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及民间投资共计6000亿日元，约合45亿美元的援助，包括为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通勤铁路建设项目提供约3770亿日元的贷款。岸田强调，将把两国广泛的合作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フィリピンの上位中所得国入りに向けた経済開発計画を支えるため、2024年3月までに6000億円の官民による支援を。日本是为了强化这个日本与东盟之间的联系，是伴随着最近几年中国的这种综合影响力的提升，其实日本对东盟的影响力是在下降。那么日本现在拉拢菲律宾，其实也是为了以这种以点带面的形式来强化与东盟的联系。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说能与中国有效的竞争影响力。其次呢，我认为其实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这种恶化战略部署吧。日菲还在防务领域达成关键协议，双方签署了优化手续的备忘录，今后日方可迅速派遣自卫队至菲方，但派遣目的限定为灾害救援和人道支援。日媒分析指，该协议被视为可能朝着建立更广泛的法律框架迈出的第一步。日方此举是想利用菲律宾在南海和台海地区增加遏制力，顺便为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活动创造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仅1年内，日本已分别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订了类似协议。此外，日菲双方计划增加美日菲3国部队的共同训练，以深化关系。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此前谈到美日菲防务关系时表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重组。就在马克思出访几天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菲，并与马尼拉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将美军能够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从目前的5个增加到9个。该协议被视为美国有意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应对局势的行动。My bilateral visit to Japan is essential. It is part of a larger foreign policy agenda to forge closer political ties, stronger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as well as lasting economic partnerships with majo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mid a challe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观察指，日本透过与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关系，扮演发挥输出美日同盟影响力的关键角色，适时发挥补位功能，填补美国力有未逮之处。日本对菲律宾政府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涵，也能在美国之外有效协助菲律宾地区安全需求。共同社报道就称，日本政府正以加强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为杠杆，探索建立日美菲3国的志同道合国家联盟。报道说，想以本次访日把菲律宾拉到这边来。那日本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以日本这样一个作为中小国家的身份来拉拢菲律宾等地区这样的一些中小国家，其实可以显得更为自然。同时呢，也能补充作为日美同盟在这种拉拢地区国家与对华对抗的时候的一些这种不足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释放出，就是说，日本以自身的方式来扮演了在日美同盟，特别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对华遏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不过，曾长期在东南亚工作的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认为，包括菲律宾在内，东南亚国家多半是经济发展仍属优先，希望与中国和美日都维持良好的经贸往来。东南亚国家不愿意卷入美中博弈，希望摒除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政治风险因子，让政治归政治，贸易归贸易。特别是东南亚邻近中国，大都希望与中国有更多经济合作的机会。美国确实呢对很多这种地区的中小国家进行了施压，而这些国家确实也在名义上或者是表面上表达了愿意跟美国一道走的这个意愿吧。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些国家其实可能在这种对华遏制或者是亲美方面，并不是真心实意的，而是迫于了这种美国的这种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一个施压。新加坡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9号发布《东南亚态势报告2023》，
集中分析了东南亚10个国家对中美两国的观感与信任度。报告显示，中国依然是东南亚最具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力的国家。随着中美博弈加剧，认为东盟应坚守不站队立场的比例从去年的26.6%上升至今年的30.5%，而认为难以保持中立、必须选边站的受访者占比从去年的11.1%降至6%。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前不久，纳米比亚在其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用于收集水下信息的美国无人艇，美方辩称是用于科考研究。结合近期美国资深记者揭露的白宫主导爆破北溪管线的惊天内幕，您有何观察呢？是的，童迪，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大家似乎有些陌生，乍一听可能隐约记得是一个非洲国家，美国怎么就盯上它了呢？我给大家补充几个信息。2001年。中国在纳米比亚海岸线上的斯瓦科普蒙德市建立了一座航天测控站，它也是我们在南半球最早建立起来的地面卫星测控站。为了建造这座极具天文地理优势的测控站呢，时任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可以说是顶住了西方国家的极限施压，力排众议，拍板支持中国。这位纳米比亚国父正是当年被毛主席亲切地称呼为中国在非洲的几个穷朋友之一。纳米比亚观测站的落成，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顺利完成任务，都与这座观测站的精准测控以及指令发送密不可分。2010年，中国功勋航天员杨利伟曾到访纳米比亚。2019年，航天员刘洋、陈东再次造访，足见这个非洲国家与中国是有特殊情谊的。另一个信息是，去年9月，纳米比亚能源部门透露，全球能源巨头道达尔和壳牌公司在纳米比亚的近海勘探到了极具商业价值的石油资源，储量可能高达数十亿桶。两家公司正在评估商业化开采的工作。结合上述两个信息，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美方是出于大国竞争的地缘战略考虑，还是出于全球能源战略的布局算计，其无人艇针对纳米比亚海岸线的侦察，显然都与所谓科考相去甚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监控侦察国家，长期在世界各地开展情报活动。我还想进一步展开，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罪恶冤首。实际上，美国资深调查记者、普利策奖得主西摩·赫什对北溪管道爆炸案的揭批只是冰山一角。美国海军的这支潜水力量当初组建起来就是冲着破坏他国海洋设施去的，包括钻井平台、海底通信光缆、能源管道、海底音响阵列、锚泊的舰船等等。能够执行类似任务的还有多支队伍，包括隶属于美军特战司令部的精锐特战部队。只不过调动相关单位需要向美国国会做出正式通报，很多时候白宫与中情局会选择绕开这个法理程序。这让我再次想到前不久的流浪气球事件。美国这就叫手拿锤子的人看谁都像钉子。在人造卫星还没有全面铺开的冷战早期，全球最大的情报侦察气球投放国，你猜是谁？可不就是那美利坚合众国吗？另一方面，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这几天在日本访问，岸田政府派出6000亿日元的援助大单。考虑到美国防长奥斯汀上周访问菲律宾，提出美军将在菲律宾重建4座军事基地，那您对这个动向有何观察呢？菲律宾是中国的重要邻邦，虽然并不在陆路接壤，但它是南海域内的重要国家。往近了说，事关南海域内的和平稳定；往远了说，事关中国与东盟的双多边关系。作为一度长期殖民菲律宾的美国，当然清楚这个国家的地缘价值。在杜特特总统执政末期，我们国内有相关院校的学者撰文提醒，要警惕后杜特尔特时代菲律宾的战略摇摆问题。客观来讲，菲律宾在战略上并未出现明显的动摇，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对菲律宾国内政治仍然具有极大影响力，美国因素仍然被视为一个重大变量。当然，与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的直接施压不太一样。这一次，拜登政府做的比较隐蔽，
想借日本之手拉拢菲律宾。岸田文雄派出的6000亿日元大单，大抵就是这么个意思。想来也讽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与日本在菲律宾那是打得头破血流。麦克阿瑟先是灰溜溜的被赶出菲律宾，随后又大张旗鼓的打了回来。我依然记得这位5星上将徒步涉水走上菲律宾海滩的那张照片，美联社记者的机位是他早早安排好的。上世纪90年代，美菲两国曾签有访问部队协定，让美军在菲律宾入驻大开方便之门。在阿杰诺3世执政时期两国进一步签署了增强防卫合作协议，给美军驻地套上了所谓菲律宾政府所有的马甲。一直以来，美军对直面南海腰部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那是心心念念，菲律宾方面也明白这个口轻易松不得。这一次奥斯汀到访也没能要到苏比克湾，但另外4座基地的位置也非常敏感，在吕宋岛方向。这里向北是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巴士海峡，向西是南海，向东则是菲律宾海与关岛方向的所谓第2岛链，可以说是十字路口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与日本也在积极主动塑造对他们有利的菲律宾局势，他们断然不会坐视中菲两国保持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更不会容忍中菲两国围绕南海个别岛礁的谈判取得关键性突破。美日搅局之意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未来一段时期，他们在南海方向上无风起浪，从中作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首次出舱活动。2月10号0时16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5号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此后还将开展多次出舱活动。不过，中国航天事业的奋起直追却引起了美国方面的焦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近日再次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宣称中美正处于一场太空竞赛，甚至警告说留给美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神舟15号打开出舱舱门。航天员费俊龙打开出舱舱门。9号17时10分，航天员从问天气闸舱门成功出舱。首要离舱好，方便。之后，航天员张陆也顺利出舱，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也是航天员费俊龙、张陆首次漫步太空。出舱任务期间，航天员邓清明在舱内进行支持工作。费俊龙、张陆首先进行的是梦天舱扩展泵组的安装工作。完成安装后，费俊龙通过大小机械臂组合臂开始进行转移，张陆借助舱外扶手进行自主转移。出舱活动中，费俊龙、张陆还完成了绞线位器安装等一系列任务。这次任务呢，航天员携带大型物品要从这个太阳电池翼和舱体之间的空隙要经过，是为了保证整个任务的安全顺利完成，事先也是进行了充分的仿真和分析。所有的既定任务都按计划完成了。根据计划，后续航天员乘组还将开展多次出舱活动。此外，空间站货物出舱安装任务也于前期陆续开展。目前，能量粒子探测器、等离子体原位成像探测器等载荷已完成出舱安装。按计划，后续还将持续开展货物出舱安装工作。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航天项目，实际上对国计民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带来了有益影响。你比如可能现在北斗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之中。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探月也好，包括我们说在这个载人航天的，你比如空间站建设也好，那么应该来讲，现在已经成为全人类的相关领域的一个引领者。那么另外呢，这个全世界的亚非拉美这些很多的国家的这种航天的项目，实际上也在跟中国的整个的航天的发展在捆绑，那么能够更好的去带着整个全人类的这个航天，包括对太空的这种和平的利用，那么进行这种进一步的整体的发展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体现。
不过，中国在航天领域的高速发展却引起了美国方面的焦虑。本周访问日本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6号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采访时，竟异想天开表示，不排除中方在月球南极登陆后，将登月点宣称为己方领土的可能性。而他年初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更渲染称，中美正处于一场太空竞赛，我们最好小心，不要让他们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抵达月球上的某个地方。自上世纪7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美国目前正在推进新的载人登月项目阿尔忒弥斯计划。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去年10月15号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首次发射，执行阿尔忒弥斯1号任务，即无人绕月飞行。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该计划依靠一系列仍在开发中的新系统和设备，如果出现任何重大延期或纰漏，都有可能使美国在登月方面落后于中国。而 NASA 的登月时间表已经从特朗普政府时开始推迟了1年。中方一向倡导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积极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探索外空是为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和安全等正当需求。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完全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其权益和成就不容任何质疑和抹黑。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航天事业进行封锁打压。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夫法案，限制中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美国国家航天局局长更是多次对中国航天大放厥词。中国外交部曾表示，美方应当十分清楚美国自身太空计划的黑历史，美方在制造太空垃圾、挑动外空军备竞赛、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消极作用，对和平利用外空造成巨大威胁。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的航天界来讲，那么这个现在炒作中国威胁论啊，那么就跟美国的军界、跟美国的国防工业界、跟美国的情报界去炒作中国威胁论一样。那么既是为了贴合，或者是为了符合美国国内的一部分政客的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利用中国威胁论去替自己的航天项目，为自己的这个相关的领域，甚至我们说是为自己小团体去获取资金。简而言之，从国会获取预算。美国的这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吸越来越多的资金的情况下，美国的航天确实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原本已经很有限的预算盘子再进一步被挤占。那么这个时候呢，试图学习所谓的这个军工和军队的美国军队的这种方式，去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觉得这种鼓吹，那么最后一定会带来一个美国的太空发展畸形的一个结果。中国无人飞艇误入美国上空事件继续被美方热炒。负责对被击落的飞艇残骸进行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目前尚未掌握足够信息以评估其功能。而美政客就已经开始无端揣测所谓间谍气球与中国军方的关系，并妄图对相关实体采取行动。针对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对事件发出谴责，中方予以坚决回击。关于一支中国无人民用飞艇因为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的意外事件，中方已经多次说明情况，阐明立场。美国国会的有关决议案纯属政治操弄和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在当地时间9号的简报会上表示，现在只有非常初步的分析，已经找到并提交给 FBI 的证据十分有限。当被问及是否在气球上发现任何爆炸物或其他有害成分时，一名 FBI 官员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种类的含能材料或攻击性材料。”出席简报会的 FBI 官员们透露，还没有接触到气球的大部分有效载荷，并指大部分证据还在海底，但调查人员已经开始对取回部分进行净化处理，去除盐分和海水残留。尽管缺乏证据，但还是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当天故意带风向称，华盛顿相信上周末被美方击落的中国气球的制造商与中国军方有直接关联。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及国防部官员当天还连续出席多场参议院听证会，并将焦点引向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所谓国安威胁上。 PRC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the intent and means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扬言，美国将透过更广泛的努力揭露中国的所谓监控计划。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还在记者会上声称，中国此类气球项目在全球40个国家都在实施。美联社记者马特里要求发言人提供具体的国家名单，但被发言人拒绝。随后，马特里质问发言人 ：Did any of these other 39 countries come to you and say, "Hey, the same thing has happened to us"? I'm just not going to go into our private diplomatic. Then that suggests that, in fact, you guys are conducting exactly the same kind of surveillance over these countries that you're accusing the Chinese of doing over yours. Matt, that is how do you know? Matt, that is How do you know that a balloon was flying over Botswana? To give an example. We did not name any countries, Matt. I know you didn't. I'm just using that as an example. Fine, I'll use a fictional example. The one I was going to use was Atlantis, but it's underwater, so that's a bad one. But how do you know? How do we know? We have had conversations with countries. Because those countries have come to you and said, "Hey, look, we had the same thing." I will state broadly that we have a range of means at our disposal.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9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新加坡巡回大使兼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教授许通美批评美国反华有点歇斯底里。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认为，对于中国威胁的渲染背后是美国的深切恐惧，认为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只有敌意。反观美国正在走下坡与空心化，这种舆论氛围大概就是许通美所指的歇斯底里。韩永红反问，中美需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需要在朝鲜核危机等国际事务上沟通，这些难道都不比气球重要吗？昆西研究所研究员杰克·沃纳茨也警告说，华盛顿对中国气球的反应失控，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散布一个可控威胁的恐慌，将加速与中国的破坏性对抗，从而令曾经的寻常事变成重大危险。拜登这个政府他能否这个排除干扰，特别是能够怎么样来，这个躲避或者是跳出那些反华议员给他挖的坑。那还要看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智慧。9号，中国驻美使馆临时代办徐学渊应邀参加美中贸委会展望2023视频会议时强调，不应让民用飞艇误入美国领空这一意外偶发事件抵消了双方在维护两国关系稳定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表示，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不会改变，仍将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稳定器作用。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美经贸关系都将在两国关系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周，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2022年中美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6906亿美元，显示中美脱钩论不得人心。美国财长耶伦近日表示，仍然希望能够访问中国，称在经济问题上加强与中国同领域官员的沟通很重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9号回应称，双方保持正常沟通非常重要，中方对耶伦希望访华持欢迎态度。事实上，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9号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也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在这个困难时期继续就气候变化、打击非法毒品贸易、全球卫生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合作。都认识到，中美作为两个具有这个全球影响的这个大国，就是合则两利，这个斗则这个俱损。那另外一个方面也表明，就拜登政府不希望这样一个气球这样一个意外事件呢，对于两国关系的大局呢造成这个冲击。意识到中美两国，比如说在经贸问题上、这个双边问题上，在这个气候变化等一些这个全球性问题上，都有很多共同利益。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国众院就所谓气球事件全票通过决议。今天外交部发言人严正表态，坚决反对，指责决议纯属政治操弄与炒作。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气象飞艇因为不可抗力失控飞入美国领空，遭到美军击落。那么，针对此一非常事态的美方应对美国国会山报昨天刊出的评论标题就强调，间谍气球事件是美中关系潜在危机的一次预演测试。但是呢，测试结果显示，美方应对不及格，是令人担忧的预演测试，是所谓 worrying trial run。那么至于对美方应对的最严厉的批评，我认为是来自 CNN 名主播，本人也是知名评论员的扎卡里亚，他连续在电视节目中评论炮轰，并且撰文批评美方的反应呢是歇斯底里的。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能失控到被一只气球来绑架的危险地步。扎卡里亚今天更在《华盛顿邮报》个人专栏中抛出犀利追问，用标题概括就是 "The next balloon type crisis will be harder to deflate"，
中美关系下一场类似的气球危机将会更加难以放弃排除。但是呢，必须要指出，至少现阶段在大洋彼岸的舆论场上，这种理性的声音仍然属于少数派，甚至呢被一再压制。美国众院所谓全票通过的决议，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延续。而且呢，美国媒体在报道时都在显著地突出所谓419名投票众议员全员赞成票这样一个数字。那么众所周知，美国政坛激化对立严重，驴象两党在几乎任何重大议程上都是吵得不可开交，达成共识可谓是难如登天。那么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美国众院最新涉华决议以0反对票通过，这当然非常危险。还要强调一点，美方的政治操弄与炒作是所谓系统性、全局性的。那么就行政部门而言，至少已经涉及到五角大楼、国务院、联邦调查局乃至地方的部门等等。此前南卡州甚至还发布所谓的警示民众不得开枪击落气球的荒唐声明。在我看来，这正是气球事件美方歇斯底里综合征的极端的症状。那么失控飞艇，它的飞行高度远在民航客机之上，照此逻辑，这个州是不是更该警示提醒老百姓不得向民航班机开枪呢？值得警惕的是，国会山的政治操弄与炒作的闹剧也还是在延续。下周美国参议院将会举行所谓的内部听证。所以在此必须要正告美方，歇斯底里式的政治操弄与炒作，乃至其背后的利益算计，都必须要正视并且承受它的反噬。我认为美方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也是在持续增高的。那么美方将为这种歇斯底里综合征付出哪些代价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美国总统拜登持续强调的所谓构建美中关系防护栏的努力。那么拜登总统他不是一直在说要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构筑防护栏吗？如果这一道防护栏它真的能够建成，它必然是双向的。但从美方没完没了歇斯底里的气球事件应对表现来看，防护栏对美方行为的底线约束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非要加一个时间前提的话，那就是到现在为止。所以国会山报才会判定美方的抗压演练失败了。那么扎卡里亚也才会担心下一次再爆发类似的气球危机如何来消气化解。那么其次当然是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影响与冲击。中美关系之重，这影响它到底如何体现呢？扎卡里亚就分析，实际上美国是在2个维度展开对华关系，其一是所谓的地缘政治，中美的双边紧张现在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其二就是在商业层面。扎卡里亚认为，美中商业联系很大程度上是由2国的消费者与商家共同塑造的，那么政府话事权有限。那么扎卡里亚高度关注中美去年的双边贸易额再创6900亿美元新高的它的标志性的意涵，强调这样一个数字正是全球前2大经济体他们高度互联、相互依赖的见证。但这种正冷经热的这个趋势还能够持续保持吗？扎卡里亚他的回答是不。其三就是对外部世界它的所谓外溢效应的一个冲击。那么拜登他不是要全力推进印太战略吗？但恰恰是在美方所谓印太地区，这样一种冲击效应正在被迅速的放大。为什么这种外溢冲击会在美方所谓印太地区迅速放大？因为中美这2个全球性大国，它的块头与分量都摆在那里，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攸关2国人民的利益，同样攸关整个世界的前途命运。所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探讨新时期2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找到2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造福2国，惠及世界。今天《纽约时报》把印太国家的反应和回响集中描述为2个关键词 ：dismay and fear， 失望与担忧。那么美报就引述澳大利亚前国防和外交官员施林普顿称，这绝不仅仅是关乎一个愚蠢的气球，那么这预示着未来的真正挑战和种种问题。曾经出任过澳洲副防长的知名战略学者叫休·怀特，他认同这一判断。怀特就批评华盛顿前期反应不利，后期反应过度，可谓是进退失据。美报引述相关的区内调查就称说，近年亚洲对中美这2个庞大国家的竞争将会如何影响到世界感到不安，而气球争端及其后果只会加深这样一种不安。
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代表的区内领导人近年都在反复警示所谓的选边站困境。那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不安正是这种选边站困境的情绪化表达。华盛顿知名智库企业研究所的外交防务政策研究部女主任叫克里谢克，她曾经出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副司长，她也是华盛顿走通官场学界旋转门的一个代表人物。她今天在外交刊出正榜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 ：Biden's foreign policy is a mess。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现在是一团糟。谢克他所给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理据就是美方的外交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完全错配。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就表示说，美方对华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但是美方这种歇斯底里式的操弄气球事件，正如美报观察所指出的，给印太区内国家带来的是失望与担忧。那么这也正是谢克所尖锐批评的美方政策目标和手段严重错配的再次的见证。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7号发表任内第2份国情咨文，大肆鼓吹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拜登声称，我们正在确保美国的供应链始于美国。那么，包括去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美国这一系列破坏全球产供链的举措，已经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本周，德国和法国政府高层官员就赴美向美国讨说法。We used to make 40% of the world's chips.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we lost our edge. We're down to only producing 10%. Today's automobiles need 3,000 chips, each of those automobiles. But American automobiles couldn't make enough cars because there weren't enough chips. We can never let that happen again. That's why we came together to pass the Bipartisan Chips and Science Act.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e supply chain for America begins in America. The supply chain begins in America. 去年8月，拜登将芯片和科学法案签署成法，并鼓吹芯片法案的核心在于帮助美国重新获得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在白宫当时发布的相关说明书中，芯片法案的目的被概括为降低成本、创造就业、加强供应链以及对抗中国。就在国情咨文发表的第2天，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就承认，美国的芯片制造业陷入停滞，美方当前确实在走减少对台芯片依赖的路线。随后，节目主持人反问雷蒙多，美方是否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太近，且美国过去也向台湾投入了大量的生产成本，所以让拜登政府非常忧虑？雷蒙多连连点头，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雷蒙多还透露，美国现在更应该转向印度去合作，印度才是半导体的下一站。Is to do more with India. And India can go either way. We can make India, and you are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his, a better ally. No question about it. I'm heading over to India in March. I'll be spending the week there. I'm taking a handful of U.S. CEOs with me. 雷蒙多表示，对美国来说，印度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拥有庞大的人口、熟练的工人、会说英语的人，还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的优势。所以，接下来美国要利用这一机会，与印度芯片领域全力合作。近年来，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违反国际经贸规则，同时还拉帮结派，在芯片领域围堵中国。2021年，在拜登的牵头下，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就构建所谓安全半导体供应链达成一致。就在上月，美国已经与日本、荷兰达成协议，美国与半导体相关的对华出口管制将扩大到日荷企业。分析认为，这是典型的长臂管辖行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表示，美国长臂管辖是美国政府以综合实力和金融霸权为后盾，根据本国法律对他国的实体和个人滥施域外管辖的蛮横司法实践。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扭曲了正常的国际贸易，也极大地损害了各国企业的利益。美方应当停止非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切实履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
但美国对华挥舞芯片大棒也殃及自己的盟友。据统计，2022年荷兰芯片设备巨头阿斯麦约14%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分析认为，如果完全禁止向中国出口，阿斯麦的收入可能会下降10%。如果阿斯麦的利润出现下降，也同样会影响到德国蔡司公司、通快集团等阿斯麦主要欧洲供应商的收入。此外，德国最大半导体制造商英飞凌中国业务占其销售额的38%，而英飞凌可能会受到美国芯片行业制裁的影响。在政治层面，美国绕过欧盟与荷兰达成对华芯片限制协议，也将欧盟置于尴尬境地。美国政治新闻网认为，欧盟国家沦为旁观者，无力进行任何干预。一个国家实施的芯片限制可能会给整个欧盟带来麻烦。事实上，在芯片产业领域，美欧也是潜在对手。今年1月，欧洲议会工业和能源委员会通过了芯片法案立法草案，旨在加强欧盟芯片生态系统的技术能力和创新，确保欧洲在芯片研究和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希望到2030年，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占有率能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从而降低对亚洲和美国的依赖。因此，在加强自身芯片制造领域地位的进程中，欧美势必存在着竞争。整个美国的产业链更多的是以吸引龙头的芯片企业去美国建厂，比如说台积电、三星，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补贴。欧洲方更多的是说我要自立自强，但是对龙头产业去欧洲建厂这一块，我觉得做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一块它如果能加强的话，可以跟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去抢占这个龙头企业去哪里建厂的这么一个问题。